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键开启追捕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全新华为小折叠华为 Pocket S 掌心悦色，邀您观看《爱的28定律》。猜猜杨华是什么时候离开恒利的？应该是出事的当下吧。答对了，1+1等于2。事实证明，杨华就是那个出了大事故的基金经理，对不对？有可能吧。什么叫有可能？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任何事实都要讲究证据。女人的直觉就是证据。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你想不想听？我认为杨华离开恒利之后，根本就没有去什么投行工作，他在撒谎。就这么点儿。行了，知道我年龄，你就给了我一名字，其他的一概不知，能查出这些来已经很不错了。你说杨华这个骗子，情诗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可怜啊！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带你去吃好吃的。我是有点饿。我们去吃什么？治愈系料理。俊辉对我最好了。吃好啦？舒服啦？我就说呢，天底下没有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搞不定的事情。如果一碗不够，就2碗。哎，来了2位，里边有位置啊，走吧，坐啊。秦律师啊，这么巧啊？哟，杨先生也在呢。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怎么吃点麻辣烫就好了？这里的麻辣烫包治百病，还能治缺心眼呢。秦律师，刚刚你走了之后，王总跟我说了很多关于您先生的事儿。这些事儿，先生不一定会告诉你，但是你要是请我吃饭的话，我可能会给你讲讲。这个事情还能换饭吃呢。那学长，以后我的饭你女朋友都包了。走吧。哎，小心！对不起，真坏，没事吧？小心。哎呀，对不起，哎，烫到没烫着吧？哎，没事，对不起，哎，对不起，是吧？小心点。没事吧？小心。哎，对不起，擦一下。没关系。疼吗？坐我的车去医院吧。
不用了，我对这边比较熟，很快就能到的。你以后离他远点就行了。我来开车吧。小心。你一会儿打个电话过去问一问吧，我感觉他烫挺严重的。不用特意问了吧，反正明天律所也能碰到。其实我一直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说，陶俊辉是个不错男人。如果你们结婚的话，应该会挺幸福的。他好不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我已经结婚了。我们是假结婚啊？再假，从法律上来说，咱们都是真夫妻。如果你想去找他，我们可以离婚的。你跟我来这套是不是啊？钓鱼执法？我才不离呢，坚决不离。总归要离的，就算现在不离，3年后也会离。今天以后，我担心他们会对我履历起疑心，我担心会波及到你，所以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好了，我知道了。今天呢，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你错什么啊？跟你没有关系。就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自私的为了我那点野心拉你出去应酬，然后让你见到了不想见的人。是我作死，我跟你道歉，以后不会这样了。下次不再让你面对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了，所以这一次可以原谅我吗？哎呀，哪有原不原谅？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特别有上进心的人，哪怕面对困难，你都不会逃避，你会勇敢直上。所以我不会是你的妻，我也不是沈陶俊辉的妻。那你是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因为我是个懦夫，我就是个懦夫。慢点啊，别碰着了，小心点。小心点。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哎呀，过来过来。你这样我能回去吗？你现在刷牙、洗脸、洗澡都成问题，我留下来陪你。不至于，右手受伤了，这不还有左手呢？什么叫没事儿啊？医生说了，你这要是恢复不好，到时候我们结婚，你都得留着疤。要不我们把婚礼缓缓再办吧，反正现在婚房还没有准备好。婚房啊？
我爸不是给我们买房子了吗？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努力给你一个家。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没有，又不是气球，我生什么气呀？没生气。你就是生气了。自从签了什么狗屁婚前协议，你就一直在生气。俊辉，你放心，那个房子其实是我逼着我爸给我们买的。等我们结婚了，我就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好不好？不用，写你的名字就行。什么不用啊？我就要家。俊辉，我告诉你，我的都是你的，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没有都可以啊。俊辉，咱们快点结婚吧。菲菲，快点结婚！我就想着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完美的婚礼吗？我这手现在生着，嗨，都怪我啊！怪我，都怪我。我想好了，我不能让那个秦氏再留在成玉会了。菲菲，你别劝我，你越劝我，我越讨厌他。你为了他生气不至于。秦氏已经结婚了。他要是没结婚呢？说这个就没意思了。怎么就没意思了？俊辉，我知道你忘不了他，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他，我知道我不管多努力，我都没办法把他从你心里挖走。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爱他都那样对你了，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关心他，那么照顾他？怕他冷了，怕他热了，你还用那种眼神看着他？我用哪种眼神看着他？说这个就没意思了。怎么就没意思了？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俊辉，你能不能想一想我？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我？你哪怕别表现得那么明显也行。我真的受不了了。谁要曾经拥有，拥抱是当下感受，为过去迁就，对未来祈求都是借口。谁要学会忍受，牵手本该相守，越心还缠绕，越风雨同舟，怎么分成了奢求？都是借口，让过程改变了方向，打乱了节奏，两颗心都堵在路口。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加上年少得志，更是目中无人。公司的同事呢，都对我很好。后来我才发现，他们都逢场作戏。王杰森，他是邱建强最得意的基金经理，他也一直想继承邱总的位置，
但是我的出现，好像破坏了他所有的计划。他演技也很好，不动声色的忍了我足足2年，但我还很天真的把他当做我最好的朋友。当年的事情跟他有关吗？海波生物其实不是我跟邱建祥会选的股票，但它基本面太好了，好到近乎完美。甚至邱建祥让我重仓买入的时候，我根本找不到一点拒绝的理由。买入第1个月涨幅35%，但是1个月后，竞争对手公司出了新的产品，这个产品足以打败海波生物所有产品，于是一败涂地。这件事情是巧合吗？怎么可能？事后我发现一些股票进出的异常，但是一切都晚了。王杰森，他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他让我不要说，让我相信他，说让他去跟董事局说。结果呢，他就做出了这件事。邱建祥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坑你啊？我也不知道。我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只要有勇气就能够打败失败。我之前也是一直这么做的，直到后来，我被狠狠地掀翻在地上，我才知道，会不会被打败跟有没有勇敢根本就没有关系。儿子，哎呀，你回来了！儿子，你回来了！哎，来，把行李给我。老杨，老杨，儿子回来了！快快快！从加拿大回来，我在家里休息了2个月，按部就班的投简历找工作，但是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我。邱建祥说到做到，我只要离开他，就永远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待下去。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经历了重大打击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我开始掉头发，掉体重，甚至连续1个月没有下过楼。我有了新的座右铭，就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处在低谷的时候，学会保存体力，不要无谓的抵抗。你给我起来，我有话跟你说，马上。你准备在家里躺多久？你把你自己那个房间弄得跟猪窝一样，你想干什么？你打算自暴自弃到什么时候？好好说，别嚷嚷。我妈忍了我半年，终于忍不住，她当时给了我一条出路：出去工作。我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开出租车也好，去菜场卖菜也好，你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我家里没有废物，我儿子不能啃老，不许啃老。我不会啃老，我会按时支付我一切生活上的开销费用。虽然我不会上班，但我会挣钱。我的生活也不需要你们照顾，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不要再担心我，并且照顾好你们的身体。把头发给我剪了，马上见。把胡子也刮一刮。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房间。
有时候逃避现实真的很舒服。只要呢，你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没有出息，因为你自己都把自己踩在脚底下，你根本不会在乎别人多踩你几脚。但是啊，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因为你的失败呢，并不会随着你的时间而消失，它会等你重新站起来，然后给你来个迎头痛击。你说他们是不是很有耐心？其实，摔跟头真的没有什么。谁没摔过跟头呢？你说，被我这样的一个人喜欢，是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啊？你在说什么呀？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护短。你再这样说我丈夫坏话，我跟你生气了。其实，不管你站起来勇敢面对也好，躺平了装鸵鸟也可以，都没关系。但你要知道，咱们俩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呀，你可以依赖我的。以后呢，浑水我们一起趟，困难我们一起度过，这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对吗？起了吗？我做了早餐，要不要一起吃啊？Hello。我想再睡一会儿。那好吧，我把早餐放在桌子上了，你一会儿起来记得吃啊。谢谢。拜拜。我就是想说，杨华今天情绪不太好，你记得帮我多照顾他。我拜托你好不好啊？那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那我平时这么多事情，谁照顾我呀？啊？蔡亮，我可是随时知道你在杨华这里放了多少钱的女人，你确定要这样跟我讲话吗？秦律师啊，您放心啊，只要您老公今天来上班，我一定会像照顾我媳妇儿一样好好照顾他的，好不好？他今天没去上班啊？他有没有来上班？你俩住在一起，你不知道，我哪知道啊？让下！哎，小心，没事吧？没事，谢谢啊。我在哭吧。别想太多，晚上给你带好吃的。稍等一下，这个是你的吗？嗯，是。我帮你吧。哎。谢谢啊，不客气，走吧。爸，你怎么来了？这是啊，你看看，昨天一个律师来找我，他拿来的。杨叔叔，邱总是杨华的恩师，虽然以前有过不愉快，但是当时邱总已经尽全力去保护杨华了。到现在为止，邱总依然觉得杨华是他最出色、最欣赏的弟子。现在这件事情，也只有杨华能帮他了。杨华那么单纯善良，一定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师父在人生最后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吧？为什么不可以？凭什么不可以？这个邱建祥，还有脸叫我们杨华去帮忙？亏他说得出口。一个好好的孩子，跟他去了加拿大，可他把我儿子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4年了，4年待在家里没工作，当了4年的废人，全都是因为这位恩师。杨华4年没有工作，这怎么可能，阿姨？我们律所的人可都知道，杨华以前是投资银行的高管啊。你跟我出去，以后我这个家里再也不允许听到这个大坏蛋的名字。什么恩师？我要是知道他把我儿子变成这个样子，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让儿子跟他去学。他现在坐牢，那是活该。他毁了别人心爱的孩子，那他等于是杀人。阿姨，您先别激动。杨华现在也算是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了，这杀人有点太夸张了。那是我儿子命大，要不然他为什么待在家里啊？我早就当上奶奶了呀，这日子过得不比现在更好吗？你妈妈大哭了一场。其实我知道，她不是在怪别人。比起他责怪邱先生，他恐怕怪的更是自己。只是这些年他一直没有说出来，碰巧昨天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一下子宣泄出来而已。爸，你希望我帮他？
我觉得你应该帮自己。儿子，爸爸虽然不知道你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从你这次回来之后的状态，爸爸也猜到了一点儿。人的一生需要经历风雨，哪能只赢不输的，是吧？快乐的人生需要2个秘诀。第一个，爸爸告诉过你，你还记得吗？学会享受失败。这第2个，就是要学会原谅别人。放过别人，就等于放过了自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试试看呐，没试怎么知道呢？你好，郝律师，你好。你好，刘女士。你好。你们好，我是瑶瑶，是何东娜女士入住当天的值班经理。你好，姚经理。在今天开始我们正式谈话前，我有义务要通知你，我们今天所有的谈话都会被录音，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确定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吗？我确定。今天你是代表酒店还是代表你自己？今天我作为当事人来和你们做一个澄清，纯粹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的立场。那你的意思是不同意何东娜女士所说的？事实的真相不是她说的那样，那些话完全就是子虚乌有。何女士是当天晚上9点左右入住我们酒店的总统套房，在入住之前，她要求酒店提供管家服务。那作为管家服务的内容之一，晚上管家是要跟客人住在一起的。何女士，何女士，你在里面吗？我进去了。何女士，何女，卫生间里为什么这么多浴巾？这些都是何女士自己提出的要求。她怀疑酒店的浴室里会有摄像头，所以就用很多毛巾把她认为可能会有摄像头的地方都遮挡起来了。何女士说，在玻璃破裂的时候，她正在洗澡，但不过根据我当时看到的，她穿戴整齐，并没有在洗澡。洗不洗澡不是重点，受伤是事实。何女士被你们赶出酒店也是事实。何女士在我们酒店受伤是属实，不过我们也多次向她表达了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何女士通通都不接受。而且我们当时并没有要赶她走，是她自己提出要离开的。在这里，你放手！联系我的助理，让他现在来接我，立刻马上！你别激动，我一会儿就送你去医院。我先帮你。别放我，小心啊！你走！何女士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我们也一直试图想让她冷静下来。其实我们酒店是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处理的，但何女士不接受我们的任何帮助，不仅抓伤咬伤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说，她让我们给她派直升飞机，她不愿意接受本地甚至是国内的任何医疗，让我们派直升飞机送她去国外见她的私人医生。我们要送您去医院。去医院？去什么医院啊？我要去国外的医院！你们是不是想害死我呀？何女士，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送您到国外，但是我们会带你去这里最好的3甲医院，先把伤口处理了，您看可以吗？我不去，师傅，停车！你冷静一点，何女士，你冷静一点，这样不安全。哎呀，何女士，你别这样！其实我
我们的证据还有很多，这些只是一小部分。不过作为酒店行业，我们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我们泄露客人的隐私。如果何女士执意要把这件事情闹大的话，这些证据我都会在法庭上公开。我相信何女士不愿意看到的。其实酒店和我本人都对何女士这一次在我们酒店经历了不愉快的事情，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希望何女士可以接受条件。这个瑶瑶是什么人？唐总，资料我已经拿到了。瑶瑶29岁，离异，单身，有一个5岁的儿子。之前在航空公司做空乘，从航空公司离职之后去了一家酒店，从职员做起，现在是酒店的市场部经理，也是酒店唯一一个有荷兰管家学院毕业证书的人，国际品酒师4级资质。了不起啊！能考出4级，那光酒就得喝掉100多万吧？瑶瑶主要负责酒店的重要客户维护，而这些客户的身份和地位非常的高。近半年，针对瑶瑶的投诉就超过了4、5次，都是发生在双方有冲突的时候，瑶瑶替酒店员工说话，造成了客户对她的不满。被委托人这么投诉还能在一线工作，说明领导还是挺器重他的。未必，瑶瑶跟酒店签署了一份长效的合同，而且酒店对她可是下了重金的。除非她在工作上有巨大的失职，一般酒店是不会解雇她的。总体而言，瑶瑶在工作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么说，让酒店辞退这个管理人员是不可能的了？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主要是看我们怎么打好舆论的这张牌。我有调查过，这个瑶瑶从小家庭情况并不好，童年生活并不幸福，单亲家庭，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她的私生活算是一部逆袭成功史了。她从航空公司离职就是为了结婚，嫁的是一位标准的富二代。这段婚姻让她变成豪门阔太。不过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2年就离婚了。不过我们现在主要的舆论攻击对象还是天航酒店，这几天呢会有舆论不断的出现，主要还是以负面新闻为主。我目前的方案是，把我们手里的这些资料分步骤交给媒体，持续施压，短时间内快速解决问题。你的意思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谨慎一点。因为媒体一旦失控，后果会很严重。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没有事实的证据，很有可能会遭到舆论的反噬。如果我们把关注点落在了人身攻击上，那只是下策。现在双方就当天发生的事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么酒店的举措也确实不符合常理。我们的委托人是公众人物，他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舆论的支持。可是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关注点回归到这个事件上。现在事件的焦点争议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委托人是否是在酒店受的伤，酒店第一时间有没有采取补救措施，这些问题现在都不明确。哎呀，我们听到了2个版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当然是相信委托人了，我们是他的代理律师。其实，在案件里啊，当事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律师没有义务去判断真假，但是我们有义务去告诉当事人，不论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我们只是提供建议。当然了，最后具体怎么做都是委托人自己的决定，我们只需要根据他的决定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就行了。没错。不过唐总，咱们这次的委托人对律所来讲不单单只是当事人。你们说这个姚经理手里有实锤证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觉得没可能。如果他有证据，他早就甩给媒体了，为什么还要说一半藏一半？现在双方都没有第三方的证词，只能说一半一半。哎，秦律师，张律师呢提前去武汉了，所以呢这间办公室现在就属于你了，我没骗你吧？啊，怎么样？
感受一下，满意吗？还行吧。啊，行，还行就行哈。那行，你先忙，有什么事找我啊。什么意思啊？怎么了，大小姐？生气了？你有什么反对意见，你私下跟我说行不行？你有必要当那么多人面说吗？我不就事论事吗？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手段并不高明，涉嫌违法。你是律师，你不清楚吗？消消气儿。好不好？你以为我现在选择开发布会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啊？我调查过这个天航集团，他们经营并不好，高层一直都想找人收购的。现在几个买家正在互相盘价呢，他们最怕出现负面新闻和官司了。这件事情最有可能的结果，天航解雇那个瑶瑶，树立自己知错就改的形象。你以为我制造舆论攻势只是为了我们这边吗？我是在给天航递梯子，而且东娜姐会把所有的赔款全都捐给慈善组织。所以你认为的所有的真相一点都不重要。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也想跟你说，我昨天就想跟你说的。好了，不生气了啊。真不知道我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哎呀，这样的办公环境才适合我们的秦大律师嘛。我就知道我的慧姐心里有我。哎，你们家杨华昨天没事吧？怎么突然间就不舒服了？什么问题啊？突发的肠胃炎，吃点药就没事了。谢谢关心。应该的。其实啊，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哎呀，想来想去，最适合的人只有你。你愿意帮我吗？哎呀，多大的事儿，还要这么郑重其事的来跟我商量？今天说好啊，杀人放火我可不干，但要是去查你们家老金的小金库，交给我肯定没问题。呸，就不能给你点好脸色？杨华终于鼓起勇气向秦师坦诚了自己当年永利21的投资失败的事情。我们在恋爱或婚姻里常常会在想，有什么标准能证明我和他的关系又更进一步了呢？是爱的长久，还是爱的轰轰烈烈呢？显然都不是。其实浅层关系走向深度关系，通常有2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2个人开始出现冲突和矛盾，彼此都在冲突的过程中展现了更真实的自我，处理好冲突，更了解对方，这段关系也就更深厚了。而另一个标准就是你爱的那个人愿意向你毫无保留地展现他最脆弱的一面。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缺点，这些缺点其实并不会触及到对方的底线。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睡懒觉的，虽然我也努力尝试过早起，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这一点。但实际上我发现我的丈夫就不是很在意这一点，他愿意早起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对我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我的缺点让他有自己表现的空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缺点呈现出来，也是告诉对方说你对我是有价值的。如果他愿意去帮助你，那我们还得感谢对方说，哇，你其实是帮助了我，你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那些缺点和脆弱的一面，实际上变成了来建立我们链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那我经常说，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袒露脆弱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我们只有在爱的人面前，才更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去袒露更真实的自我。这恰恰说明了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觉，想也藏起。或许你的关系是我的难以最好的一切，总是手里，又在做梦的夜。下